欢迎收听收看老孙勺书。书接上回，咱们今天接着勺权力48法则第2条，永远不要太信任朋友，要学会如何利用敌人。朋友背叛你的速度超乎你的想象，因为朋友更容易对你心生嫉妒，他们可能因为被宠坏而变得蛮横。可是如果你雇佣了以前的敌人，他会比朋友还忠诚，因为他更想证明给你看他的能力和忠诚。朋友有时候比敌人可怕。如果你没有敌人，那就想法子树立敌人。如果说朋友会比敌人可怕还能理解，那么没有敌人还要树立敌人，这听起来多少有点疯狂。公元9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迈克尔三世在拜占庭贵族，尤其是他的叔叔巴尔达斯的支持下，推翻了他的母亲狄奥多拉皇后的摄政。迈克尔三世掌权后，急需寻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作为顾问，来稳固自己的政权。这时候他想到了他的好朋友巴西留斯。巴西留斯其实只是个马厩的领班而已，对政治是一窍不通。但是对迈克尔三世而言，巴西留斯是一位经过了考验的好朋友。几年前，巴西留斯只是一位来自马其顿农村的年轻马夫，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恰好看到一匹脱了缰的野马疯狂朝着迈克尔三世冲去。说时迟那时快，巴西留斯二话不说，勇敢地冲上前去，救了迈克尔三世一命。紧接着，巴西留斯就被提拔为皇家马厩领班，各种赏赐更是源源不断。后来还被送到拜占庭最好的学校学习，慢慢的由憨厚老实变得精明能干。不过想让巴西留斯当这么高级别的顾问，以他现有的水平是不够的，于是迈克尔三世专门送巴西留斯去培训，然后把他扶上了总管的位子。这么一搞，其他朝臣不乐意了。大家觉得，要说当总管，迈克尔三世的叔叔，就是那个帮助迈克尔三世当皇帝的巴尔达斯，是更有资格，也更让大伙儿信服。可是迈克尔三世固执己见，偏偏就只信任巴西留斯。巴西留斯呢，倒也算挺争气的，很聪明，很努力，干得有模有样，没给迈克尔三世丢脸。可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巴西留斯在宠溺之下，生活很奢靡，老是觉得钱不够花。为了满足巴西留斯的物质需求，迈克尔三世成倍的给巴西留斯加薪，还把他封为贵族，甚至将自己钟爱的情妇嫁给他为妻，可谓是不计代价，有求必应。可即便如此，巴西留斯还嫌不够，因为三军统帅仍然是巴尔达斯，这让巴西留斯觉得非常碍眼。于是巴西留斯拼命游说迈克尔三世，让迈克尔三世相信他的叔叔巴尔达斯是个不可救药的野心家。以前之所以阴谋政变，把迈克尔三世扶上皇位，其实是为了控制迈克尔三世，以后很可能会再次发动政变，除掉迈克尔三世，自己当皇帝。你别说，最终迈克尔三世还真的同意干掉巴尔达斯了。在一次赛马大会上，巴西留斯混到人群里边，趁乱用匕首刺死了巴尔达斯。随后巴西留斯提出希望自己取代巴尔达斯成为三军统帅，以便于尽快帮助迈克尔三世统治疆域，平息叛乱。迈克尔三世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又同意了。几年后，昏庸的迈克尔三世由于平日里的挥霍无度，钱不够用了，他就跑去找巴西留斯说，我以前借给了你好多钱，是不是现在能还一部分给我了呀？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巴西留斯是断然拒绝。迈克尔三世此时突然意识到，他已经被巴西留斯给架空了。同时，巴西留斯也得到了一个重要信号，现在的迈克尔三世
已经一点用也没有了。迈克尔三世讨债无果回去后非常苦闷，动不动就喝个酩酊大醉。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刚醒酒的迈克尔三世发现自己被士兵团团围住。巴西留斯在一旁下了个命令后，冷冷看着自己的士兵将皇帝用匕首杀死。随后巴西留斯宣布自立为皇帝，骑着高头大马在拜占庭的大街上游行，他的长矛上挑着自己先前的好朋友迈克尔三世的人头。作为对比，我们来看看另一个皇帝是怎么做的，他就是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如何对待出生入死的亲信们的故事，大家应该是熟悉的，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篡位登基后，采纳了宰相赵普的建议，趁着酒劲儿，通过威逼利诱，让那些对政权有潜在威胁的将领们交出了兵权，保证了宋朝的稳固。这是赵匡胤对待朋友的做法。我们再来看看他对敌人是怎么做的。唐宋之间的过渡时期被称为五代十国。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五代指的是中原地区依次出现的梁、唐、晋、汉、周，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我们都知道，赵匡胤结束了后周，建立了宋，五代被赵匡胤终结。那么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消灭十国。十国里边的南汉刘后主刘昶在公元971年投降了宋朝。赵匡胤并没有杀掉刘昶，而是赐给了他地位。有一次，赵匡胤邀请刘昶进宫，赏了刘昶一杯酒。刘昶一琢磨，这肯定是毒酒啊，这些当皇帝的不都爱玩这个吗？然后扑通一声跪地求饶，吓得痛哭流涕，主动展开自我检讨。结果赵匡胤拿过酒杯一饮而尽。刘昶一看，这酒根本没有毒。经过这么一遭，刘昶犹如死里逃生，从此啥也不想了，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地跟着赵匡胤。十国里边另一位君主吴越的钱俶在投降后，赵匡胤也没有杀他。但是宋朝很多大臣都认为吴越王钱俶意图谋反。特别是有一次，赵匡胤请钱俶到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干嘛呢？参加宴会。那些大臣知道后，赶紧搞了一堆奏章，要求趁机把钱俶扣下做人质。但是到了宴会那天，赵匡胤并没有把钱俶抓起来，而是对他好生招待，还在钱俶回吴越之前给了钱俶一个小黄包袱，嘱咐他回去的途中才能打开。那钱俶就照做呗。在回去的途中打开包袱一看，吓了一跳，包袱里边全是大臣们要扣下钱俶的奏章。钱俶一琢磨，明白了赵匡胤这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呀，感动得不得了，对赵匡胤由之前的担心和怀疑变成了信任和忠诚。对了，这里多少一句，百家姓开头第一句赵钱孙李里边的赵和钱就来自于赵匡胤家族和钱俶家族的姓氏。赵匡胤对待朋友和敌人的手段非常高明，他既消除了来自朋友的隐患，又化解了来自敌人的威胁，为大宋王朝300多年的统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罗伯特·格林认为，请朋友帮忙会天然地限制自己的权利，而且朋友很少会真的对你有帮助。权力的要点在于判断谁是有用的。友情这个东西，且不论真或假，只会让事情扯不清。其实中国民间也有很多类似的总结，比如合伙生意不能做，这指的是好朋友不要在一起做生意。事实上这么做也往往会毁了友谊。
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另一方面，要把敌人看作是金矿，你要学会如何开采，要让敌人为你服务。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如果缺少了有价值的敌人，都是无法变得强大的。关于敌人有几个要素：一，你必须确保自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二，如果没有明显的敌人，就考虑树立一个有意义的敌人；三，在没有明确的敌人的时候，大家是无法感受到你的价值的。一个明确的敌人是你存在和行动的最有力的理由，这是无法用语言来替代的。根据这三个要素，看来如果你有敌人，那么你应该恭喜自己，因为你对获得权力而展开的斗争可以师出有名，而且公开的敌人要比隐蔽的敌人好得多。如果你没有敌人，赶紧找一个。第三条，隐藏你的意图。当你做一件事儿，永远不要泄露你真正的意图，要让别人在试图分析你的时候误入歧途。等到他们终于知道了你的目的，为时已晚。书中给出了2个技巧：一，利用诱饵和伪装的目标转移注意力，使人摸不清底细；二，利用烟幕伪装你的行动。我们先来看看关于技巧1的正反2个例子。17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一位叫做德塞维尼的侯爵，爱上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伯爵，但是追了好久都没追到。这位侯爵22岁，年轻帅气，但是对于追女生是一窍不通。于是德塞维尼侯爵就慕名拜访并请教一位爱情专家，准确地说是一位交际花，名字叫做尼农·德朗克洛。在当时的法国，交际花是一种高级妓女，但是交际花和普通的仅靠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女是有巨大差别的。交际花一定是才貌双全的，长得漂亮不说，情商还特别高。要是遇到文学家、音乐家、政客或者军官啥的，那也是谈笑风生，肯定能对得上话，过得了招的。普通百姓往往看不起交际花，可是社会名流呢，不论男女啊，却往往以参加交际花举办的聚会为荣。尼农便是交际花中非常著名的一位。尼农当时已经62岁了，可谓是阅历丰富。他听了德塞维尼侯爵的诉苦没多久就听不下去了，因为他觉得德塞维尼太蠢了，尤其是在追女孩这件事上。那毕竟啊，尼农的智商和情商不知道要比德塞维尼高几个档次。不过尼农还是决定帮一把这位年轻的侯爵。首先，他让德塞维尼明白，追女孩就是一场战争，而那位美丽的女伯爵就是一座堡垒，他必须像将军一样谨慎地包围这座堡垒，每一个进攻的步骤，每一个操作的细节都要准确执行。我是一个爱情的少尉，我前来攻占你心中的堡垒。尼农指挥侯爵展开新的攻势，让他在接近女伯爵时保持点距离，带着点冷漠，即使和女伯爵独处时，也只能以朋友的身份向女伯爵倾诉，不能表现得像个追求者。这样一来呢，女伯爵由于摸不清底细，就以为德塞维尼侯爵只是想交个朋友罢了。你有多少兄弟姐妹？你父母尚在吗？你说句话，我只是想在临死之前多交一个朋友而已呀。尼农等到女伯爵被弄糊涂了，又开始着手挑起女伯爵的嫉妒心。
当德塞维尼侯爵和女伯爵在巴黎一个盛大的宴会上再次相遇的时候，侯爵带着一位美丽的少女出现在众人面前，而这位少女有一帮和她同样漂亮的朋友，因此不管女伯爵在什么时候见到侯爵，都看到他被一群巴黎最迷人的少女围着。经过刺激的女伯爵嫉妒心爆棚，心想这位侯爵咋这么招人喜欢呢？虽然在智商和情商方面尼农是吊打德塞维尼侯爵，但尼农还是耐心地向德塞维尼传授心法。他解释道，一个女人要是对一个男人有意思，他会希望别的女人也喜欢这个男人，这不仅仅是代表这个男人很有价值，值得托付，更是满足了这个女人从别的女人手中抢到这个男人的胜利的快感。尼农确认女伯爵的嫉妒心已经被激起，并且上钩了。接着在尼农的指挥下，德塞维尼侯爵不再出现在女伯爵以为的会相遇的场合，而是会突然出现在侯爵从未去过但女伯爵常去的沙龙。女伯爵感到自己根本无法预测侯爵的行踪，这一来二去的，女伯爵慢慢有点神魂颠倒了。这种偶遇持续了几个星期后呢，尼农通过他事先布置好的各路眼线了解到，女伯爵在听侯爵讲笑话时会笑得特别起劲，同时呢，比起以前也更愿意听侯爵的故事了。女伯爵甚至还会突然主动打听关于侯爵的事情。还有尼农的朋友也告诉尼农，在社交场合，女伯爵常常会看着侯爵发呆。尼农确信这位女伯爵已经为侯爵的魅力所倾倒了。要知道这才几个星期而已，如果一切顺利，再过1-2个月，堡垒就要被攻破了。可是之后没过几天，德塞维尼侯爵来到女伯爵家，和女伯爵独处的时候，没有继续按照尼农的指示做，他真情流露，抓住女伯爵的手，告诉女伯爵自己已经爱上她了。女伯爵瞬间懵了，反应过来后突然变得十分客气，然后找了个借口把侯爵请走了。后来德塞维尼侯爵几次登门拜访都被告知女伯爵不在家，终于再见面时，两人都尴尬得要命。到此，德塞维尼侯爵攻打堡垒的战争失败了。不得不说，尼农·德·朗克洛是一位情场高手，法国很多社会名流都做过他的情人。尼农是一位把爱情上升到艺术高度的天才，他知道如何让人充分享受爱情之美妙，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即便感受到被引诱，也会屈服，因为诱惑会带来一种神秘的快乐，而诱惑必须完全依赖于暗示。你不可以公开宣布你的意图，或直截了当地说出你的目的，相反，你必须欺瞒你所诱惑的对象，让他搞不清你到底在干嘛，最后屈从于你。和德塞维尼侯爵相反，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伪装技巧就高明多了。1850年的一天，作为普鲁士议会的议员，35岁的俾斯麦参与讨论如何把包括普鲁士在内的许多城邦统一为德国，还讨论是否要为此与奥地利开战。当时的奥地利是德国南边一个强大的邻国，奥地利希望德国一直衰弱，最好纷争不断，甚至威胁如果德国胆敢统一，奥地利就要出兵干涉。即将成为普鲁士国王的威廉王子认为必须对奥地利开战，议会也表示支持，而且准备动员军队。但是国王威廉4世和他的大臣们反对战争，他们认为应该缓和与强大的奥地利的关系。俾斯麦非常希望统一德国，梦想着打败奥地利，打败这个长期以来使德国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
而且俾斯麦还当过兵，他是把战争视为一项无上光荣的事业的。作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俾斯麦在战争气氛高涨的议会会议上，却发表了一番令全场意想不到的讲话。他说，叫嚣战争的无耻政客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就想发动战争，战争一结束，你们对现在的看法就会完全改变。你们会如何面对农民痛苦地看着村庄化为灰烬？如何面对士兵因为炮火而导致肢体残疾？如何面对失去孩子的悲伤的父亲？你看，俾斯麦反对这场战争，什么鬼？其他议员也困惑了，不少人还因为俾斯麦的演说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最终，国王和大臣们赢得了表决，战争得以避免。俾斯麦发表演说的几个星期后，国王为了感谢他为和平所做的发言，任命他为内阁大臣。几年后，俾斯麦更是成为了普鲁士的首相。他担任首相后，没有继续维持德奥两国的和平，而是经过一系列的操作，促成了对奥地利的战争，击垮了奥地利帝国，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强大的德国。可能有的朋友还是没太明白俾斯麦前前后后的操作到底是基于什么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俾斯麦到底想不想打奥地利。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他非常想打。不过他虽然很热血，却没有被热血冲昏头脑。他明白当时的奥地利依然比普鲁士更强大，如果他支持战争，却又导致普鲁士的惨败，那么非但无法促成德意志联邦的统一，他的政治生命也极有可能被终结。再者，由于支持和平，俾斯麦获得了国王的重视，所以才会被提拔为内阁大臣，也为他以后成为首相迈出重要一步。最后，俾斯麦终于掌握实权，正式为自己的理想开始全面布局，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俾斯麦对于真实政治意图的隐藏相当成功，他在某一时刻亮出的立场只是为了实现最终目的而展开的表演。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政治家之一，俾斯麦的伪装技能玩得相当漂亮。运用技巧一的策略要遵循下列方法。隐藏你的意图，不是说要你紧闭嘴巴，神神叨叨反倒会让人生疑。相反，你要喋喋不休地谈论你的愿望和目标，当然不是真正的目标，这样你可以取得一石三鸟的效果。你显得友好、开放、信任他人，又巧妙地隐藏了你的真实意图，同时还让你的对手费尽心机，徒劳无功。另一个隐瞒意图的利器是假装热诚。人们很容易把热诚误认为是诚实，毕竟人们的第一直觉总是相信外表的。我们需要记住，最高明的骗子会想尽各种办法掩盖自己的流氓本质。他们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诚实，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不诚实。诚实只是他们用来欺骗的廉价道具。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会发现很多销售员就是这么干的。我们接着来看技巧2，利用烟幕伪装你的行动。1925年前后，埃塞俄比亚一位名叫海尔·塞拉西的年轻贵族引起了军阀们的注意。因为这个沉默寡言、温文尔雅的年轻人，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具备了成为领袖的实力，即将统一当时4分5裂的埃塞俄比亚。他的很多对手都弄不明白，这个看起来很软弱的年轻人凭啥能够掌控大局。到了1927年，塞拉西
已经能够召见任何一个军阀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来承认和效忠他，除了西达摩的德加马齐巴尔恰。巴尔恰也是个实力派，他骁勇善战，而且脾气大。巴尔恰认为塞拉西就是个软柿子，不值得效忠，所以他故意不到首都宣誓效忠。然而塞拉西以其温和但坚定的方式命令巴尔恰到首都觐见。巴尔恰想了半天，决定将计就计，打算以服从命令去首都为名，到时候来个反客为主，给这位想要登上埃塞俄比亚皇位的准皇帝来个下马威。他率领了足以发动内战的1万人的军队，按照自己的行进速度前往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驻扎在离首都3英里的山谷里。他像一位国王一样等在那里，要求塞拉西出城来见他。塞拉西派来了使者，邀请巴尔恰参加为他举行的欢迎午宴。但是巴尔恰可不傻，他很了解历史。要知道，埃塞俄比亚以前的国王和君主常常以设宴为陷阱抓人，一旦有不听话的赶去赴宴，然后喝得醉醺醺的，那就等着被宰吧。所以巴尔恰同意赴宴，但提出要求，他要带上600名全副武装的最精锐的战士作为贴身护卫。塞拉西同意了，并且对于这批卫兵的赴宴表示欢迎。赴宴的路上，巴尔恰警告他的卫兵千万不能喝醉酒，要高度戒备。宴会上，塞拉西全程笑容可掬，对巴尔恰赞不绝口，极力拉拢巴尔恰。但是巴尔恰不为所动，他警告塞拉西，如果在太阳落山前他还回不到军营，他的军队就会为了营救巴尔恰而攻打首都。听了巴尔恰这么一说，塞拉西对巴尔恰的不信任表示非常伤心。一番推杯换盏后，太阳落山前，巴尔恰和他的卫队在欢呼和礼炮声中列队返回兵营。途中，巴尔恰回望首都，一个计划已经在他脑中形成。他根据刚刚在宴会上的观察，决定几个星期之内攻进首都，打败塞拉西，然后巴尔恰继续返回军营。可当他快回到军营的时候，却发现不对劲儿。军营里，士兵们的帐篷全都不见了，只有一堆灰烬和灰烬里徐徐冒出的青烟。活见鬼了，这都！巴尔恰赶紧四下搜寻，抓了个人，盘问后才知道，当午宴还在进行的时候，塞拉西的盟友秘密率领一支大军，从一条小路偷袭了巴尔恰的营地。不过，这支部队并不是来战斗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巴尔恰听到战斗的枪炮声，就会立即率领精锐赶回来指挥战斗。盟友的部队带着一篮又一篮由塞拉西事先准备好的黄金和钞票，把巴尔恰的部队团团围住，要把他们手里的武器全部买下来。如果有人敢拒绝，就会被威胁。这是强买强卖啊！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巴尔恰的整支部队被彻底解除了武装，就地解散。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后，巴尔恰决定带着600名卫士向南行进，准备重新集结兵力。不过，塞拉西盟友的部队已经挡住了巴尔恰的去路了，那么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通往首都的道路。可是塞拉西已经设下了重兵布防，等着巴尔恰了。巴尔恰一生中第一次举手投降，为了忏悔他的傲慢和谋逆之罪，他同意进修道院出家悔过。塞拉西后来在埃塞俄比亚当了很久的皇帝，这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人能够真正看透他。塞拉西温文尔雅，不符合埃塞俄比亚人传统上喜欢的那种
彪悍的领袖形象，但他的在位时间却比谁都长。塞拉西从来都不会发怒或不耐烦，他以灿烂的笑容迷惑着他的敌人，在发动攻击前笑眯眯地假意迎合。简单说，他就是个笑面虎。这些笑容正是塞拉西放出的重重烟幕。被迫害的臆想和挥之不去的戒备心常常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你只要在某一些方面略施小计，赢得别人的信任，就可以接着在另一些方面成功释放烟幕，遮住他们的眼睛，让你悄悄接近他们，给予致命的一击。像是乐于助人的姿态、诚恳热情的态度，或是不经意的赞美对方等等，都是赢得信任的完美的障眼手段。精准布置好的烟幕是威力无比的武器，这个武器可以使你不费一枪一弹就能摧毁敌人。好，今天先烧到这儿，剩下的内容咱们下回接着烧，再见。